Number 42, Mariano Rivera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球迷们，你们可以回家洗洗睡了。睡魔降临 ，Mariano Rivera 上场，绝对终结比赛。大家好，我是佑佑。这届世界棒球经典赛，除了中华队能够在家乡奋战抗敌，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大联盟史上最强的终结者 Mo 神即将来台。大联盟100年历史上最传奇的终结者之一，是史上第一位以100%全票通过踏进名人堂的选手，洋基5年4冠王朝 Core 4核心之一，生涯652次的救援成功，史上最高，货真价实的神救援。5枚的冠军戒指加冕，退休后球迷都疯狂到将洋基球场旁边的道路更名为李维拉大道。Mariano Rivera Mo 神这回经典赛就要来台湾，而且是代表家乡巴拿马担任开幕战的开球嘉宾，也是史上来台最大咖的 MLB 球员。曾经跟我们的台湾之光王建民一起在洋基拼战，就连早餐店的阿姨都听过我们 Mo 神的名号。球员出场都有一个音乐嘛，可是他的音乐永远就是那一首，就是知道他要出场了，对啊。那你一听到音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开始欢呼。因为一站上去就知道他可以解决每一个打者。Mo要开球的消息一传出来，原本因为是在礼拜三，预售票只卖出2成的开幕战，瞬间突破到了7成，热区还全部都被抢光光，全台湾的球迷都热血起来，想要看 Mo 神来席卷台湾。而和其他的投手不一样 ，Rivera 呢就靠着一颗神奇乱窜的卡特球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在专家跟球迷的心中Mo 神卡特几乎可以被称为是大联盟史上最接近完美的球路。他的那个卡特球真的像打电动一样，就是跑往人跑，然后直接切过去这样，对啊，真的很强，对啊。那打者一站上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很多断棒会出现。这颗被形容的跟鬼神一样的卡特球，就是 Mo 征战4方大杀天下的武器。不过你敢相信吗？有着这样丰功伟业、棒球界的传奇终结者，居然曾经只是一名巴拿马穷渔村的渔夫吗？而且呢，他还差点在新人时期就被洋基老板交易到水手队。招牌的卡特球启蒙，居然只是拿石头乱丢球。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造就这样伟大传奇的棒球员？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翻阅 Rivera 的生平故事。1969年 ，Mo 出生在巴拿马的渔村，在这个村落的居民大多都非常穷，而 Mo 的父亲是一名渔夫，靠着家里面祖传的渔船养活一家大小。小时候的 Mo 非常好动，运动神经也还蛮好的，他喜欢打棒球，也喜欢踢足球。但因为家里很穷的关系，买不起球棒跟球具，也不要说是手套了，因为在这个村落连棒球场都没有。于是 Mo 就把沙滩当作棒球场。石头捆着渔网，用胶带粘一粘，就当作球来用；而树枝当作球棒，就连手套都是用牛奶盒剪一剪就拿来用。而在16岁之前的 Mo 从来都没有用过真正的手套。就在这样的环境呢，别说是想当职业的选手，就连好好的打棒球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在成年之后的 Mo 跟着父亲开始捕鱼，虽然他曾经觉得太辛苦，不想要当一个偷嗨郎，但最后还是选择跟随父亲的脚步。当时18岁的他，每周就领着$50的薪水，在茫茫大海捕捞沙丁鱼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捕鱼的风险真的很高。Mo 就曾经呢，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分享过，是短短捕鱼2年的时间，他就历经了2次与死神拔河的险峻时刻。第一次呢，是因为收网的时候发生意外，绳索弹开，打到了 Mo 跟他的叔叔。Mo 其实还蛮幸运的，他虽然整个人就喷向船头，不过呢，只撞断牙齿，并没有危及到生命。不过呢，他叔叔就没这么好运了，因为撞击到了铁柱，而且力道过猛。经过了整整1个月的抢救， Mo 的叔叔还是不幸丧命。又过了没多久，同样也是出海捕捞沙丁鱼，而这一次的状况就更加危险。抽水机故障导致船没有办法排水，而面临到了沉没的危机。Mo 的爸爸身为船长，立刻当机立断，要大家赶快到救生艇上去避难。整船9个船员就连救生衣都没穿，就眼睁睁看着渔船渐渐地沉入海底。在茫茫大海中，到底会先找到救援，还是会先被鲨鱼吞噬？ Mo 的心里根本没有一个准。幸好 Mo 的爸爸靠着多年经验找到小岛，救了大家一命。
不过 Mo 也因此决定彻底放弃当一名渔夫，而在此时，他也因缘际会加入到了当地的棒球队。这段渔夫的经历虽然没有让 Mo 成为航海王，不过对他往后担任终结者的心性却有着莫大的帮助。尤其在季后赛这种高张力的短期比赛更为明显，因为 Mo 曾经说，在船上我们没有捕到鱼就赚不到钱，所以我们要克服困难，找到捕鱼的办法。而在季后赛的投手丘，同样也给我一样的感受。Mo 加入巴拿马西区业余棒球队后，他并不是担任投手哦，而是一名游击手。会开始投球呢，都是巧合。在一场比赛当中，他们的先发投手崩盘，他才偶然的登上投手丘，也是在此时此刻才被人家注意到，这个身材瘦高的小伙子，居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专业的投手训练，还能够投出85迈，相当于136公里的球速，而且呢，控球精准亮眼的表现，还让洋基的球探都注意到了他。不过呢，即便是到此时此刻啊，Mo 都还是那个渔村的小伙子，他没有想过要到什么大联盟，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投手，一直到他的队友$200的介绍费，怂恿 Mo 去参加洋基举办的测试会之后，这才开启了 Mo 传奇棒球的光辉岁月。而当时 Mo 呢，为了参加测试会，只身一人搭了2班公车，花了整整1.5小时，没有手套，没有球衣，就连钉鞋都破了一个洞，脚的大拇指还露在外面。就是这样一个穷小子，188公分的 Mo， 当时还只有70公斤左右，弱不禁风。而且呢，已经20岁了，对于球员来说，并不是非常年轻，最快的时速还只有87迈。这样不起眼的 Mo 还成功的被洋基选中，就连他本人都说啊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奇迹。我们在此呢，也要很感谢那一位被金钱迷惑的队友，因为有他的怂恿呢，有这200块的美金介绍费，才会有今天让大家仰望的 Mo神。与洋基签约 ，Mo 当时的签约金只有$3000，而且连手套跟钉鞋都包在合约里面。这对 Mo 来说，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，没错。但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联盟平均的签约金有$25万，3000块根本就是零头而已啊！这对数年后的洋基来说，真的是一笔想都没想过的划算交易。小联盟时期的 Mo 还算顺利，遇到开刀跟复健，成绩还是维持得很好。1995年 ，Mo 正式被升上大联盟，以一名先发投手的身份，第一次站上大联盟的投手丘。这个全世界棒球人都敬仰的舞台 ，Mo 说第一次登板的那一刻，仿佛全世界都被放慢了动作，声音、气味、颜色在这时都变得巨大无比。不过他却只能注意到捕手的手套。即便如此，初登板的 Mo 表现并不算好，主投3.1局就丢了5分。紧接着虽然有拿到胜投，但表现很不稳定，还砸锅了2场比赛，6.1局丢掉11分，最后 Mo 被下放回3A 重新调整。而后来赫赫有名的洋基队长 Jeter 在当时也是个小菜鸟，一样也是升上大联盟之后表现不理想被下放。2个难兄难弟惺惺相惜，在3A 互相鼓励，一起打拼。不过在这时期，洋基老板因为考量阵型，认为当时 Jeter 春训状况不佳，没有办法担任先发游击手，于是想要跟水手队交易稳定的游击人选。而当时水手开的报价当中就包含了 Mo。那时候还是助理总管的 Cashman， 还有时任总教练的 Torrey 顶住压力，花了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说服老板千万不要这么做。而在之后 ，Mo 跟 Jeter 也用历史性的成绩来证明这个决定没有错。Mo 再次登上大联盟投手丘之后，不但球速增长，威力也大增。主投8局没有失分，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被下放过。正式宣告 Mo 神降临。1997年 ，Mo 正式成为终结者。不过，虽然之前表现稳定，但刚转为终结者时，可能因为太想压制对手，大大影响他的表现。6场比赛他就砸锅了3场，这让 Mo 面临莫大的低潮。在一次受访时，他曾经说：“我不知道我准备好了没，我只知道我要做好指派给我的任务。但我那时候并没有丢好，因为我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结果一切都不如预期。”球季的第1个月，我还记得是4月，我就砸锅了3场救援，但也很神奇，就在我最低潮的时候，卡特球就来了。Mo
Mo 最强的就是他的卡特球，他就靠着这颗卡特球在大联盟横着走。到底这颗卡特球是怎么诞生的？真的连 Mo 都不知道。可能是从小在渔村拿石头丢球，也可能是神的旨意。就真的只是在一次的传接球当中，他就得到了这项技能。回忆这颗卡特球的诞生 ，Mo 这么说：当时我在外野跟 Ramiro 练习传接球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当天就是这样，很平常的训练日，伸展、跑步、投手传接球。结果我的球居然开始会跑了，有违禁，没有方向的乱窜。我一度想要制止这样的违禁。Ramiro 还生我的气，他以为我在玩。我说我真的没有。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球会往哪里跑。而后来捕手 Joe Girardi 还跟我吵架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我的球会往哪里跑。那时候真的很扯。一开始大家还想尽办法想要改掉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控好它。有时候瞄准本垒板，结果却跑到边角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但感谢 Girardi， 他是一个真男人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慢慢的会控好这颗球。这样难以预料、难以攻击的球路，也让 Mo 神的卡特球多次名列在 MLB 10大魔球之首。有了卡特球加持的 Mo， 在1997年担任终结者，就用 ERA 1.88、43次救援成功的好成绩，把球队带进季后赛。系列赛第4场 ，Mo 神登板，不过这次跟预想的结局不同，印第安人队击出一发追平分的全垒打，洋基又在延长赛后输掉比赛。第5战无力回天，宣告这一次的季后赛结束。虽然输掉美联分区赛，但当时洋基的总教练 Torre 却说，这发全垒打绝对会是 Mo 的转捩点。这并不是因为他变得更有宰制力，而是他能放得下。果然，在此之后，洋基就靠着4核心缔造5冠王朝。这4人通通都是自家的选秀培养，打造洋基王朝版图，更奠定了洋基成为大联盟最受瞩目球队的根基。Mo 还连续3年都在世界大赛的最后一战拿下救援成功。Mo 的光辉岁月在大联盟发光发热，生涯19个赛季都奉献给洋基。652次救援成功，季后赛防御率 0.70 是 MLB 史上第1人，至今无人能超越。手中5枚的冠军戒指是无上荣耀。Mo 在季后赛的表现更是所有基迷的定心丸。1999年，洋基横扫勇士，贡献1胜2救援的 Mo 成为系列赛的 MVP。出赛8场，主投12.1局，防御率是完美的0，MVP 实至名归。2009年，当时已经快40岁的 Mo 在世界大赛出赛4场，5.1局0失分，为球队拿下第27座冠军。Mo 曾经说过，季后赛很特别，你一生可能只有1次进入季后赛的机会。在这里先把麦传哭。Mo 说：“我想好好的利用季后赛的每一刻，因为这样我的注意力似乎就能提升到另一个高度。这空气中仿佛有马芬蛋糕的味道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。整个气氛都与例行赛不同。”每个球员都想要晋级季后赛，而我想这就是季后赛的魔力，而这个魔力就是让我在这些年不断提升的关键。2013年的9月26日，熟悉的睡魔降临响起，满场将近5万人的洋基球场，全场球迷起立鼓掌。虽然在比分落后，没有救援成功的机会，Mo 还是成功的解决掉2名打者。而就是在此时此刻，2个人走向投手丘，那是 Jeter 还有 Pettitte。与 Pettitte 拥抱的那刹那，他忍不住眼泪溃堤，手中的球一交出去，也宣告自己球员生涯的终点。当时总教练特地与主审沟通，让2名球员上去接替，让 Mo 的最后一刻别具意义。多年以后回顾这一刻， Mo 还是眼眶泛泪。他说 Jeter 走到我旁边，对我说该走了。这一刻的意义对我是如此重大，在这时刻被换下场，我很感谢，因为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以至于我不想要看到 Mariano Rivera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球是转过身来，球被打出500英尺的距离。我很感谢教练的这个决定，这是结束职业生涯最棒的一刻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。美国棒球名人堂被认为是北美4大职业运动当中最难进入的窄门，要成为虎伯镇的一员，绝对都得是史诗等级的球员。2019年 Rivera 正式获得进入名人堂的资格，他就改写历史纪录，以425票100%的得票率，全票通过踏入名人堂圣殿，成为史上第1名全票入选的选手。而在进驻仪式的时候，致辞还被安排在压轴。
这让担任终结者的他幽默地开了玩笑。他说：“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要成为最后一个，可能因为最后一个就是最特别的吧。”而在大联盟中，每年都会颁发年度最佳救援投手奖。2014年 ，MLB 主席宣布要将这个奖项分为美联跟国联救援王。美联救援王就是 Mariano Rivera 奖，而国联则称为 Trevor Hoffman 奖，表彰睡魔跟丧钟带来的传奇。首届拿下 Mariano Rivera 奖的 George Corander 就在获奖时候说 ：“Rivera 跟 Hoffman， 无论你是多有成就的选手，当你的名字与他们并列的时候，你不得不谦虚以对。” Mariano Rivera 与救援王冠名，不朽功绩隽永长存。风的名字刻画在棒球历史上，后辈都需要仰望的高墙。那一次次投出的卡特球，每一次令人安心的睡魔降临，也永远留在球迷的心里。追你的 news， 我是佑佑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但是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